牵手之声 Can cheers。 牵手之声，心意向往，在精进过生活。我是小镜子。心就是心灵心思的心，艺就是艺术艺文的艺。希望透过艺术欣赏、艺文的资讯心得分享，您也能和我一样，用不同的视角打开另一扇看世界的窗。在古琴专题的第1集里，说了古琴的基本概念和弹琴的必要涵养：轻、微、淡、远。第2集由斫琴师卢丹亲自来聊制琴这门专业稀有的工艺。今天卢丹要为我们深入介绍一首古琴曲《流水》。话不多说，一起来听他的分段导聆。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卢丹，很高兴在这里跟各位分享一点古琴音乐。琴的历史超过3000年，古琴的古字是到了近代为了区隔西洋乐器才加上的。我们常用的琴这个字就是指古琴。礼记中提到士无故不彻琴瑟，在周朝，琴是士大夫阶级的重要素养之一，不仅在祭祀或者仪典当中当作乐器，也是吟咏诗歌的最佳伴奏。到了汉代之后，琴逐渐成为文人的最佳陪伴，可以用来修身养性，也可以以琴来宣导情志，体察人性和探索天道。历代文人讲求的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出世入世之间，能在纷扰的世界中真诚地面对内心的自我，是一门功夫啊。得志造福人群，不得志则逍遥隐逸，寄情山水。魏晋时代的嵇康在琴赋中写着：物有盛衰，而琴无变；滋味有厌，而此不倦。可以导养神气，宣和情志。处独穷而不闷者，莫近于音声也。是故复之而不足，则吟咏以四之；吟咏之不足，则寄言以广义。琴的音量不大，含蓄内敛，适合在书房中或者居家的生活环境弹奏。在历代文人的传承下，自成了一套琴学系统，有别于一般的民间音乐。传统琴乐追求的是纯和淡雅的境界，所以琴音重视意趣高雅、清亮绵远。在表达情感的时候，追求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温柔敦厚，中正平衡，无过之与不及。所谓琴之为器也，德在其中。许多历代知名的文人，如白居易、欧阳修、苏东坡等人，都有很深厚的古琴素养。历代流传下来的琴曲有各种丰富的面向，诸如世间情爱的凤求凰、长相思，诉说离愁的阳关三叠，还有望念祖国的潇湘水云。当然一定少不了纵情自然的高山与流水，顿世隐逸的归去来辞、渔樵问答，还有那逍遥淡泊的渔歌、醉渔晚唱，家家种种多达500多首古曲，也难怪古代的文人以抚琴修身养性，也在其中寄情抒怀，且沉醉不已。时序正值盛夏，今天为您解说的曲子，希望能带给您一点清凉，消消暑气。
从刚刚澎湃流畅的乐段当中，不知给您什么样的意象呢？刚刚我们播放的是琴曲《流水》的第一段。《流水》这首曲子历史悠久，因为俞伯牙与钟子期知音相会的典故而脍炙人口。这首曲子在意象上描绘了大自然中水的各种样貌，乐句爽朗明快，弹奏者可借此抒情畅怀，也能激励自我，振发积极。刊载流水的琴谱多达30多种，原来是8段的曲子。到了晚清的时候，川派的琴家张孔山道士在中间加了72滚符，成为9段的曲子。流水是一首跛去表现力的乐曲，充分表现滚符、引挠、进退等指法，生动地描绘了水的各种情态。我们刚刚听的第一段，以水流壮阔的动势带出整首曲子的主题意象。溪水在山间，时隐时现，如置身深山高岭中，云雾缭绕，不期的与水欢喜相遇。接着我们跟着清扬的泛音旋律来到山涧清泉，听听细水潺潺，小瀑涓涓。下面的主题旋律如歌唱般吟咏，像是山里的溪涧慢慢汇流，水势也渐渐地汹涌了起来。
乐曲即将进入高潮，进入前面提到的大量滚符乐段。所谓的滚符是弹琴时以右手在7条琴弦上连续弹奏画圆，弹出连续不断的音阶。以这样的方式来模拟水的意象，在古琴曲中也是少有的。奔流的川水开始穿峡过潭，水势险急，翻滚奔腾，万壑争流，一波接一波。在这段高张力的乐段之后，接着是一段先缓后急的滚符泛音，仿佛川河出峡，豁然开朗。之后是主题的重复变奏，忽缓忽急，时放时收。接着在一段连续的滚符回应上一段的主题，让我们再一次回味水流的动态。随着乐句逐渐变慢平缓，就如川流入海，滔滔余响在耳畔盘桓不已，宽阔平远的意象在眼前展开。最后以悠远徐氏的泛音结束这首曲子。
刚刚听完由思泉古琴弹奏的分段导聆，不知道您觉得如何呢？1977年，美国 NASA 向外太空发射的旅行者号太空船放了一张据称能够保存亿万年的镀金唱片，收录了1个多小时地球上各民族的代表音乐，其中就有著名古琴家管平湖先生所弹奏的流水录音。若您意犹未尽，可以在 NASA 的官网上找到这一段录音，或者在 YouTube 上搜寻管平湖先生的流水，都可以听到他大师风范的琴韵。在这么热的天气，希望刚刚的分享能够带给您一些凉意。谢谢您的收听。太谢谢卢丹的解说了。对我来说，古琴曲的欣赏需要练习，听多了，沉浸久了，开始喜欢上琴音的幽静婉转不张扬，佛像心灵清泉的感觉。再次谢谢卢丹，希望大家也能接收到乐音的清凉。